1月11号，美国大使馆发布了一则震撼新闻，令世界哗然。美国大使馆宣称，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期，朝鲜竟然公开向俄罗斯转让导弹，加剧了战场上的紧张局势。消息一出，犹如一颗石激起千层浪，朝鲜神秘的导弹工业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要知道，按照朝鲜的处境，想要发展导弹，堪称难于登天。可神奇的是，朝鲜不仅突破了层层封锁，还成为了俄罗斯的供货商。轰鸣巨响，导弹爆炸的火光之中，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正逐渐浮出水面。2006年，联合国一场特殊的会议正在紧张地召开。朝鲜半岛北部升腾的浓烟与火光，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朝鲜的第一次核试验已经完成。如此疯狂的举动，让朝鲜成为了会议当之无愧的主角。制裁朝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计划。制裁二字似乎某种简单的魔咒，与朝鲜的国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窥探朝鲜导弹工业绕不开的重要背景。苏联解体后，美国便揭开了制裁朝鲜的大幕，发誓要让不服管教的朝鲜成为一座孤岛。偏偏天公不作美，连年的自然灾害与美国的制裁一同到来，苦难行军的风霜席卷朝鲜，铸就了血与泪混杂的过往。朝鲜动员了全国力量，硬生生挨过了这场风暴，共同踏入新世纪。然而，更强硬的制裁依旧在等待着朝鲜。民族的创伤与国家的危难导致朝鲜的不安感爆棚，铁了心要发展核武器。可是，彼时的人类早就达成共识，严格限制核武发展，将不扩散作为首要前提。朝鲜的这一举动明显将自己树成了靶子。美国二话不说，立刻以联合国的名义对朝鲜开启了新一轮制裁。相较以往，这次的制裁显然更为残酷。1718号对朝决议是联合国针对朝核问题颁布的第一项决议。单看这项决议，几乎是将朝鲜的导弹工业完全扼杀在摇篮里。简单来说，任何国家不能向朝鲜伸出援手，无论是原料还是设备，亦或是技术，都绝不能流入朝鲜手中。在联合国看来，导弹同样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应被朝鲜直接持有。短短几行字，便给朝鲜的导弹工业判处了死刑。2008年，六方会谈陷入僵局，次年朝鲜便不顾世界反对，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与此同时，1718号决议全面升级，制裁范围空前扩大，直到今天，这份制裁依旧有效。可是，在制裁措施推行多年后，许多人惊讶地发现，朝鲜导弹正在逐渐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相较别国，朝鲜导弹工业的特点尤为突出，在世界范围内堪称一枝独秀。最首要的便是多。据统计，从1984年以来，朝鲜一共进行了超过200次的导弹发射，其中超过80%都发生在金正恩执政期间。可见，从2012年以来，朝鲜的导弹工业取得了质的飞跃。发射的密集意味着弹道导弹库存正不断增长，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美韩两国头痛不已。而朝鲜似乎完全没有收敛的意思。在2022年到2023年9月期间，朝鲜的导弹试飞超过100次，每次都令美韩提心吊胆。除了数量增多外，朝鲜导弹的性能也在不知不觉间获得了显著提升。其中，中近程弹道导弹的进步最为明显。所谓中近程，顾名思义是指导弹辐射的范围，而朝鲜的中近程导弹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私家定制。毫无疑问，朝鲜想要威慑的主要对象就是韩国和日本。朝鲜的目的十分明确，倘若战争发生，朝鲜需要有100%的把握，利用导弹直接打击日韩全境。在此目的下 ，KN-23闪亮登场。朝鲜研发 KN-23始于2019年，这是一款利用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在精准度上有了大幅度提升。资料显示，这枚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精准打击到朝鲜半岛的任何地点，机动能力极强，最大射程能够达到700千米，是朝鲜导弹工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标志。随后 KN-24、KN-25相继出炉，可见朝鲜研发速度之快。到了 KN-25时期，朝鲜已经模糊了火箭炮与导弹之间的界限，将航空电子设备与卫星制导系统巧妙融合，实现对韩国的全范围威慑。除了近在家门口的日韩之外，朝鲜自然也没有忘记美国。为了对抗美国的压力，朝鲜的远程弹道导弹技术乃至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可谓是一日千里。火星系列是朝鲜导弹工业最亮眼的一张名片。早在2017年，火星12导弹便研制成功，最远射程约为4500千米。没过几年，火星14也横空出世，引起了著名评估机构兰德公司的注意。2022年，根据兰德公司预测，火星14的射程可以达到惊人的6700千米。倘若该数字为真，那么朝鲜足不出户就能利用导弹直接打击美国的阿拉斯加。火星15的数据更加恐怖，射程约为12000千米。
美国的西海岸很可能置于危险之下。而万众瞩目的火星18则是朝鲜第一枚采用固体燃料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另外，这还不是朝鲜导弹工业的全部家底，朝鲜还拥有着潜射弹道导弹，如北极星1与北极星3。与此同时，朝鲜有着被命名为北极星4的潜基弹道导弹，堪称家底丰厚。尽管有不少专家对朝鲜洲际导弹的实际能力表示质疑，但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朝鲜的导弹工业发展迅猛，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事已至此，所有人不禁要问一句：朝鲜导弹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魔法，能够帮助其突出重围，缔造传奇呢？实际上，朝鲜导弹工业有2大杀手锏，一个是底蕴，另一个是制度。就底蕴而言，朝鲜的导弹工业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受惠于苏联，有着极为坚实的基础。比如火星12与火星14测试时，就有西方军事专家敏锐地察觉到，朝鲜导弹的火箭发射机与苏联曾经的同类设备颇为神似。其实，朝鲜继承了苏联一部分军事遗产，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朝鲜便开始推动导弹工业建设。70年代末，朝鲜几经辗转，找来了短程飞毛腿弹道导弹进行模仿学习，而这款导弹便曾是苏联军工的明星产品。一批朝鲜专家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了逆向工程，全面拆解。正因如此，朝鲜导弹工业的基础才得以确立。近年来，朝鲜强大的新导弹背后已有着无数过往的影子。比如，在研发对付日韩两国的导弹时，朝鲜便吸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因为早在70年代，飞毛腿导弹便几乎可以打击韩国全境。1993年，朝鲜还进行了劳动号导弹的测试，该导弹的打击范围能够抵达东京。而2004年的无水端导弹则将打击范围延伸到了关岛。可见，朝鲜导弹的井喷式增长，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历经了长久积累，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受惠于苏联是朝鲜导弹的起点，却远不是终点。就连美国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朝鲜导弹近年来的成绩完全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军工体系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而想要达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制度的助力。在制度推动下，朝鲜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汇聚一批最顶尖的工业人才，进行导弹的研发。主导朝鲜导弹研发的机构是朝鲜第2自然研究院，简称为2院。2院成立于1964年，或许是朝鲜最神秘的军事单位。这里大约集聚着1.5万名高级军事人才，他们大多毕业于平壤国防大学、咸兴军事大学、龙城电子工业大学等。进入2院后，这一批军事人才一方面会受到严格的管束，另一方面也会被优待。朝鲜有一句传统口号叫后代珍贵的大脑，可见国家的重视。就连身为最高领袖的金正恩也曾多次接待这批人才，给予他们最崇高的褒奖。除了对顶尖技术人员给予尊重外，朝鲜也不忘建设完善的军工产业链。根据美国的调查，朝鲜的军工产业逐步实现了地下化，以避开美韩方面的侦查，最大限度保密。朝鲜军工体系里还有着完善的备份制度，确保生产的安全。一言以蔽之，整个国家都集中精力，卯足了劲儿发展军工，这才有了如今的成就。而这种力量是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西方政坛力量分散，党派之间相互斗争倾轧，想要达成一个军事上的研发步骤，往往要经历重重考验，在效率上自然会落后。朝鲜正是抓住了这一致命缺陷，迎头赶上。而朝鲜导弹工业的腾飞，也对本国突破封锁产生了积极响应。比如，朝鲜近年来大量出口导弹，悄无声息地推动了弹岛扩散计划。据悉，朝鲜出口的导弹总量很可能已经占到了市场份额的40%左右。而中东、北非与东南亚的诸多国家都成了朝鲜的常客。朝鲜导弹工业的奇迹是时代下的复合产物。但是，发达的导弹工业将给朝鲜半岛的明天带来怎样的命运，或许仍是一个未知数。